诈尸了！老大，他睁眼了！不要怕，我不是邪祟，也不会伤害你们。老大，这皇陵外围的守卫怎么全撤了？透着股邪门啊！你懂个屁！这叫天赐良机，8成是朝廷调防出了空子。别废话，赶紧拿撬棍！这可是前朝皇族规格的大墓，随便摸出一件名器，都够咱们兄弟吃香喝辣一辈子。皇陵守卫森严，绝不可能无故撤防。这必定是楚白草案中动了手脚，调走了外围的守卫。本想让他的心腹死士潜入将我带走，没想到却被这几个不知死活的盗墓贼误打误撞抢了先。娘的！这夯土里竟然掺了铁汁！老三，快接个凿子来！老大，钻龙石被撬开一条缝了，加把劲儿！上撬棍，把这石盖给我撬开！快！老大，这棺材里的女人，她像活的一样。怕什么？这种皇陵重地，让尸身不腐的秘药多了去了。看她脖子上那块玉佩，极品羊乳玉，拿下来！诈尸了！老大，他睁眼了！不要怕，我不是邪祟，也不会伤害你们。你到底是人是鬼？这可是封死3年的大墓。今夕是何年？天启3年。如今天下是天启朝的天下。既然是天启朝，那当然后宫之中，可有一位云姓的娘娘？有，云贵妃娘娘可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妃子，她宅心仁厚，常在京城施粥布药，咱们老百姓都承她的恩情。云溪，我的亲生姐姐，她终究还是落入了楚百草的掌心。你们走着盗洞原路返回，出去之后立刻去京兆使衙门报案，就说皇陵地宫有焰动。你真的放我们走？如果不想被卷入接下来的大乱里，最好按我说的做。银时马上就要过去了，我已假死3年，肉身冰冷，气息心跳几近断绝，在外人看来不过是具容颜不符的女尸。这不是死亡，是失传的天星风脉术。我名云初，身负星眼血脉，能窥天机。3年前遇见灭世浩劫，医圣楚百草表面悬壶济世，实则妄图唤醒王者大军，颠覆天下。为提前布局阻截，我以血脉为引，主动求施此术，代价是3年假死，且此后每日只能清醒3个时辰，时辰已过，我就会如死尸般长眠。我今天的清醒时间即将见底。天亮之前，皇陵守卫必定会发现外围的异常，并进来巡查。我绝不能以空棺和活人的姿态暴露。报，圣上王殿下，盗洞就在主墓室正上方，下面发现了一具被撬开的空棺，属下探查过，棺内尚存一丝余温，人刚走不久。摄政王燕北辰，他怎么会来得这么快？封锁整座皇陵，连一只飞鸟都不准放出去。殿下，墓室墙壁的浮雕处发现了极新鲜的摩擦痕迹，这墙后必定有暗门。砸开它！寅时已过，清醒时间彻底耗尽。在天星风脉术下，我现在就是一具连动弹一根睫毛都做不到的真实体。王爷，这密室的地上竟然躺着一具女尸，而且这尸身竟鲜活的如同刚刚睡去一般。这尸身竟鲜活的如同刚刚睡去一般。他这张脸
本王似乎在哪里见过。燕北辰，天启朝手眼通天的铁血摄政王，若他认出我是青天剑的星眼后人，我3年的绝境蛰伏全盘皆输。殿下，这前朝皇陵里平白无故多出一具容颜不符的女尸，外头主墓室的空棺里又尚存余温，此事处处透着邪门。为了稳妥起见，属下建议立刻将这具女尸带回京兆尹的停尸房，交由全京城最好的仵作连夜查验，只要下了刀子，定能查出端倪。查验，一旦被仵作划开皮肉，我体内维持生机的辟邪之气就会泄露，假死就会变成真死。姐姐还在深宫等我，天下浩劫未解，我绝不能死。不必，他不像个死人。传本王的军令，把一队最精锐的10位，12个时辰轮班严班死守在这个入口外，连一只苍蝇、一滴水都不许放进去。王爷的意思是，既然不像死人，那总有醒过来的时候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他在这不见天日的死牢里，能跟本王装会到几时。寅时已过，我的清醒时间彻底耗尽。燕北辰，你想画地为牢，将我活活熬死，可惜你算漏了一件事。失去五感的假死状态，就像漂浮在没有尽头的深海。我在这黑暗的死牢中，整整蛰伏了1天1夜。3更天，子时终于到了。燕北辰，你想画地为牢熬死我，可惜你算路了。这皇陵地纲本就是我星岩先祖督造的，生门在哪儿，我比你清楚。姐姐，等我。只要想到姐姐那双被蒙蔽的泪眼，想到除百草的灭世阴谋，我就算爬也要爬出去。终于从燕北辰的死局里逃出来了。我等了你一整天，你果然还是自己爬出来了。他竟然在这里！白天封死石门根本不是为了困死我，他是为了逼我走投无路，主动替他开启这连他都找不到的暗道出口。他早就在这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守株待兔。怎么不跑了？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从封死3年的皇陵里活着爬出来？站在我面前的是大天启朝最锋利的一把刀，最聪明、最多疑的摄政王，想在他眼一皮底下蒙混过关，半真半假的谎言，才是最好的掩护。王爷明鉴，小女只是这皇陵守陵人的女儿。哦，家父世代在这后山看守皇陵。昨夜，小女偶然发现有一伙盗墓贼潜入地宫，心生恐怕，便想着抄小路去查探。谁知我在里面一时不录，跌入了风恩仙人留下的废弃暗道得口，刚一爬出来就冲撞了王爷。一个守陵人的女儿，不仅能轻而易举地避开本王布在皇陵外围的3000玄铁会，还能精准地找到连工部督造图上都没有标注的机关暗道。你当本王是3岁的皇口小儿吗？什么人？活戳他！主子有令，必须带活的回去，哪怕挑断手筋脚筋。果然是楚百草养在暗处的死士，他知道我苏醒了。这世上只有他如此迫切想要我这具流消着星眼血脉的活人之躯。在这仅剩的1个多时辰里，我绝不能被这群喽啰纠缠耗尽体力。找死！
任训其准，出手狠辣，没有10年的苦寒锻炼，练不出这么干净利落的杀人技。现在你还要告诉本王，你只是一个娇弱的守灵人的女儿吗？药王谷的死尸暗记，楚百草的人。据本王所知，咱们这位菩萨心肠的楚神医，这些年一直在暗中网罗奇人异事，不知在筹谋些什么。而他今夜派来的这些死士，招招避开你的要害，宁可拼着自己受伤也要生擒你。你不是被人追灭杀口的见证者，你是他那个不可告人的计划里不可或缺的一环。燕北辰的推理能力简直可怕到了极点，既然瞒不过这只老狐狸，倒不如与虎谋皮。王爷果然英明，既然王爷也在调查楚百草，也知道他绝非表面上那般悬壶济世，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。王爷难道不想知道这位医圣究竟在密谋什么惊天动地的阴谋吗？你有资格跟本王谈条件？我不仅知道他想干什么，我还知道普天之下只有我能阻止他。王爷想要破局，就必须带我回京城。好，本王就看看你到底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你最好祈祷你对本王还有用处。楚百草奏请圣上，明日午时于皇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祈福大典。广邀皇亲国戚、文武打官官吏，称有将士祥瑞。祈福大典，楚百草这个疯子，他竟然把祭祀仪式提前了。他所谓的将士祥瑞，根本就是他要当着全天下人的面，在这天启朝的心脏大内皇宫里，唤醒那支沉睡地下的不死大军。而明天就是他阴谋的第一步。一旦仪式开启，大门紧闭的太和殿就会沦为人间炼狱，而我的姐姐云溪必定会被他安排在最核心的祭坛之上。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那老狐狸做事向来滴水不漏，他既然敢在明日掀起风浪，今夜必定坐镇一堂，统筹全局。我的清醒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时辰，我必须赶在天星峰倍数的江寒再次发作之前，摸清楚百草的底细。老朽还以为摄政王殿下今夜会忙于皇陵的变故，无暇他助，没想到殿下竟亲自将云姑娘送回了老朽这里。他一眼就认出了我，而且对皇陵的动静了如指掌。楚神医消息灵通，本王佩服。只不过本王在皇陵地洞里发现这位云姑娘时，她可是躺在棺材里的。神医难道不打算向本王解释解释，这究竟是一门什么起死回生的医术？殿下言重了，世间哪有什么起死回生？3年前，云姑娘身患奇症，命悬一线。老朽翻遍古籍，才找到这门术，本想将姑娘的生机封存，以待来日寻找解药。如今姑娘能安然苏醒，实乃苍生之福啊！好一个滴水不漏的伪善者！既然你要演，我就陪你演。多谢神医当年救命之恩，只是不知神医当年所说的解药，如今可有眉目了？云姑娘放心，老朽这3年来日夜钻研延年益寿，甚至长生不老之法，如今已小有所成。只要能彻底参透这生死玄机，不仅能解姑娘之急，更能造福天下百姓，让这世间再无生离死别之苦。长生不老，你在撒谎。那是引魂草，专门用来维持尸身煞气的邪药。七煞锁魂阵，用来强行聚拢阴兵、逆转阴阳的死阵。明天的祈福大典，就是他发动阵法的死局。云姑娘大病初愈，又奔波了一夜，想必身子早就吃不消了。这是老朽特意为姑娘熬制的固本培元之药，能调理姑娘这3年沉睡受损的经脉。趁热喝了吧。怎么，云姑娘信不过老朽？神医说笑了，现在拒绝等于撕破脸。为了进皇宫救姐姐，
我必须让他觉得我还在他的掌控中。好，很好。姑娘先随摄政王殿下回去好好歇息。明日的祈福大典，老朽还要仰仗姑娘这鸿福齐天之人，为我大天启朝祈求100年盛世呢。那药里没毒。我当然知道没毒，那是散功之药。他要让我浑身真气涣散，沦为明日祈福大典人任他摆布的完美祭品。王爷，云溪，我的亲生姐姐，3年未见，姐姐变得如此雍容华贵。可那双曾经对我满含真情的眼眸，此刻却像是结了一层厚厚的寒霜，没有重逢的喜悦，只有陌生和警惕。你竟然还活着！这防备的语气如同一把钝刀，狠狠割在我的心上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姐姐，我是初儿。3年前我并非身死，而是不要叫我姐姐。3年前你明明已经入殓，下葬皇陵，如今你却毫发无伤的站在我面前，你到底是人是鬼？你回来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回来是为了救你，姐姐。楚百草根本不是什么玄乎教室的神医，他是个骗子，他是在利用你。你闭嘴！我不许你这么污蔑楚神医。我没有污蔑他，姐姐，你醒醒吧。他告诉你复活父亲是为了天下太平，可那根本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。他真正的目的是复活前朝那位暴君，复活一直受他操控的不死大军。他想让这天下大乱，只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掌控朝政的野心。荒谬！楚神医是全天下最好的人，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诋毁他。3年前我身染不治之症，连太医院的院属都让我准备后事。是楚神医，是他不眠不休的守了3天3夜，才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原来如此，3年前姐姐的那场重病，分明就是不百草暗中投毒的诡计，可她却被蒙在鼓里，将恶魔当成了在世父母。她救我，更是为了救这天下苍生。她告诉我，只要我们能复活父亲，凭借父亲当年的威望与能力，就能平息如今边疆的战火，就能让天下百姓过上真正的好日子。楚神医不图名利，只求盛世太平，他怎么可能有野心？硬听没用。楚百草这3年给他种下的执念太深，他已经成了那疯子手里最完美的棋子。我若继续坚持，他会定为了保护楚百草的复活大计，将我软禁着交出去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我被外界的传言蒙蔽，误解了神医的苦心。听到你这么说，我才明白他老人家的伟大。你真的信了？你是我亲姐姐，我怎么会不信你？如果我们真的能复活父亲，一家团圆，还能让天下太平，这是何等的功德！姐姐，明日就是祈福仪式了，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一定全力帮你。你能想通就太好了，初儿。神医说明日的仪式至关重要，只要有你在，我们一定能成功。我假意逢迎不过是为了稳住他，只有留在他身边，我才能趁机进入皇宫最初的禁闭，找到楚百草为复活仪式准备的核心祭台。初儿，你今晚就在这偏殿歇息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前往太和殿。清醒时间已耗去大半，必须抓紧每一分每一秒。姐姐极其占重父亲遗物，若楚百草与他筹备仪式，寝宫必有蛛丝马迹。这花纹走向透着不合常理的突兀。分明是寝宫，怎么会弥漫着刺鼻的药草味和血腥气？大阵的阵眼，正是我明天即将要站上去的地方。楚百草要复活的根本不是一个人，
而是一支军队。这张图纸上标注的是一座庞大到令人窒息的地下兵药大阵。我每日只有3个时辰的清醒时间，每一刻都重若千重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沉睡者，而是楚百草秘密培养出来的活死人军队。他要利用我的星岩血脉作为祭品，唤醒秘术关联之人，再借秘术统领逆位队伍，搅乱天启朝朝堂格局。他妄图借机接取至尊权位。地下祭坛，上千名秘术培育的秘位。他想用死人掀翻这天启朝的江山，也得问问本王手里的刀答不答应。王爷打算怎么做？既然他把这出好戏的台子搭在了皇宫，本王就陪他唱到底。本王即刻调动城外最精锐的10万重甲军，祈福仪式当天，本王会亲自带兵包围整座皇宫，连一只苍蝇也休想从他的祭坛里飞出去。只要军队压制局面，我就有机会在祭坛上寻找破局之法。主子，云贵妃那边会不会察觉到什么？察觉？他拿什么察觉？那个愚蠢的女人，满脑子都是他那个早死的爹。老夫不过是略施小计，给他下了点毒，又假意救了他，再许诺能复活他父亲，他就对老夫感恩戴德，唯命是从了。主子高明，等明日大阵一开，复活了先帝和这上千大军，这天下就是主子您的了。只是可惜了云贵妃，对您如此死心塌地。棋子罢了，等大事一成，他第一个就得用来祭旗。楚百草那个恶魔，精准拿捏了姐姐心底最柔软的孝心，残忍的真相血淋淋的撕开了。姐姐终于知道恩人是魔鬼，复活父亲不过是一场荒唐的骗局。不好！地下祭坛的迷阵被人动过，有人潜进去看了那些活死人。祭坛里竟然藏着隐秘的蛊虫预警！主子，难道是？除了那个拥有星岩血脉的死丫头，这皇宫里还有谁能破开老夫的阵法？既然他已经发现了，那就绝对不能再等了。立刻传令下去，计划有变，复活仪式提前举行。主子，提前到什么时候？明天夜里子时一到，仪式立刻开始。祈福仪式如期举行，可只有我们知道，一场大乱即将降临。这座祭坛的正下方，正是那个布满赤色符文、连接着上千沉睡人偶的地宫阵眼。把他带上来，贵妃娘娘有劳了。大阵一开，夜便可促成故人归世，今日便能实现了。虽然昨夜我曾看到他听破了真相，但我并不知道他究竟会作何选择。这3年来，楚百草对他的诱导太深，深到足以扭曲一个人的心智。楚儿，时辰已到，圣女，借你本源灵脉一用。姐姐，云溪，你疯了吗？你难道不想再见父亲相关念想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心怀叵测的伪善之徒，你根本就不是为了促成先帝相关念想，更不是为了天下太平，你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！你3年前给我下药，又假意救我，骗取我的信任，你利用我对父亲的思念，把我当成你谋取私利的棋子。你在这个祭坛下面藏了上千个沉睡人偶，想要暗中搅乱朝堂，独揽大权，妄图一手把持大权！地宫机关，图谋权位，你胡说八道！我胡说？昨夜你在偏殿里亲口说的话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我绝不会让你伤害我的妹妹，更
更不会让你奸计得逞。既然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老夫就成全你们姐妹俩，让你们一同受困。站起，密众听令，行动！行动！怪异之人，小心！拦住他们！全部疏散！大梁禁军在此，谁敢放肆？禁军入敌！不行，这样打下去，禁军会被活活耗死。燕北琛，擒贼先擒王。人偶没有意识，他们只听命于楚百草，只要制住他，就能控制住这支人偶队伍。玄铁卫，掩护本王！老匹夫，束手伏法！他就是前朝最后一位皇室，传闻当年行事偏激，引发过大范围朝野动荡。同时，他也是我和姐姐云溪的亲生父亲。成了，竟然真的成了！贤弟，老臣楚百草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将您从秘境之中唤醒了。老臣已为您准备好了这上千秘法傀儡，只要您赐老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之位，老臣愿辅佐您重新整顿天下格局。他以为自己掌控了全局，以为唤醒这位长辈就能借势掌控局面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以为朕会让一个下属凌驾于朕的头上吗？这位妄图借秘术搅乱局势的伪善神医，最终栽在自己亲手唤醒的人手里，得到了最讽刺的惩罚。朕的将士们，阻拦他们，夺回属于朕的疆土！这根本不是战争，这是一场无法反抗的单方面屠杀。燕北辰的玄铁禁军彻底陷入了苦战。不要伤害父亲！求求您不要再伤人了！您看看这再伤人了！您看看这混乱的人群，您看看这失控的局面，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安稳天下！父亲，您停手吧！滚开！朕的疆土历来是以征战换来的，你懂什么太平？我的女儿只能是听命行事的助力，若不能为朕所用，便连坐朕身边助力的资格都没有。这一刻，姐姐眼中的都没有。这一刻，姐姐眼中的光芒彻底熄灭了。她终于明白，这个长辈心里只有至高无上的权势。她3年的牺牲和期待，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。铺天盖地的恐怖威压让我浑身紧绷，我每日3个时辰的清醒时间所剩无几，手脚已经不受控制的发冷。我的好女儿，你是星眼一脉的传人，你的血脉能让朕麾下的将士变得更加强大。过来，把你的本源灵气献给朕，来帮朕一统河山。本王还活着，轮得到前朝一辈在此放肆？哼，不自量力的蝼蚁！哼！叶北辰，别管我，想办法破局，否则我们今天全得困死在这里。怎么破局？傀儡依靠阵法行动，老者也是借秘术留存的躯体，
真正维系全局的是除百草留下的阵法。心眼血脉，至阳至纯，可化解秘术之力。除百草想用我的血强化秘术，但若我将本源灵液注入阵眼，便能逆转阵法根基。阵盘，毁了那块阵盘！父亲，求你住手！是云溪，他终于放下虚妄执念，选择守护身边至亲。不知死活的后辈！姐姐，春儿，接住！那是姐姐用命为我换来的一线生机。还给朕！朕的江山！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，被强压的寒意和僵硬感立刻如潮水般反扑而来。卯时已至，我今天的3个时辰彻底耗尽了。云珠，我的身体正在迅速变冷，心跳和呼吸都在快速抽离。燕北辰，我赢了。这一次，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醒过来。黑暗，这一次的黑暗，却与过去3年的冰冷截然不同。我感觉自己像是一叶在狂风骤雨后飘入宁静港湾的孤舟，没有了那种仿佛千万根钢针同时扎刺骨髓的痛楚，也没有了那种被强行剥夺生机的死寂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极其微弱却绵长不绝的温热。京城的局势已经彻底平定，除百草的余党被连根拔起，太和殿广场的青石板也重新铺过，一丝血迹都没留下。你姐姐云溪，本王按你的心意保下了她，她辞去了贵妃的封号，自请去皇陵后山的青灯古佛旁代发大驾。她说，她前半生被执念蒙蔽，险些酿成大错，余生只想为你，为天齐朝的无辜百姓祈福赎罪。太医院那帮废物说，你强行去新突险破阵，导致天星风脉术的阴寒之气与星焰血脉的纯阳之气在体内剧烈冲撞。虽然破了假死的死局，但也极有可能是远行。可是云珠，本王不信，你连死人堆里的十死无生之局都能破开，怎么可能会被区区一个风脉术捆住？你若是敢就这样睡一辈子，本王就把这天下翻个底朝天，哪怕去各处险地，也要把你的魂魄抢回来！这个傻子，他不知道天星风脉术的阵营其实就是那股维持着阴阳失衡的煞气。当我在太和殿祭坛上用至阳的心头血毁掉那块极阴阵盘的瞬间，不仅破了楚百草的局，也同时摧毁了封锁在我经脉里的诅咒。所谓的永远醒不过来，不过是这具残破的身体在长达3年的极寒套之后，陷入了最深层次的自我幽冥与修复罢了。醒了，就别想再睡回去了。属于他的那种带着淡淡冷香与阳刚之气的温度，瞬间驱散了我心底最后的一丝寒意。燕北辰，今天是什么时辰？午时，以后的每一个时辰，无论是子时还是午时，你都是活生生的云珠。没有阴谋，没有煞气，没有随时会降临的死亡倒计时，
我终于真正的活了过来。是啊，这天下太平了，摄政王殿下，咱们是不是也该算算你在黄陵后山设局汪我的账了？好。好，余生很长，本王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还。